还记得去年那台续航2000多公里的神车吗？刚发布的时候，很多人看到2000多公里的续航，都说就算炸了都夸它响。然而还没过去1年，就有客户开始维权了。低价消费者，他们当时说的是续航可以2200公里，现在的话呢，1300公里，然后有时候都不到，他们拒不解决问题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个回旋镖啊，真的太快了！可爱的强国人，车企说什么他都信。看看这发布会上的一行行小字啊。测试车非量产，车型以上市为主，还有这个经典的 NEDC， 估计当时比亚迪自己的销售都不信，现在车主在网上维权。这是该去找台上当时说相声的那2位，还是去找具体的 4S 店呢？最后估计都是没找到，只能在网上维权了，非常的搞笑啊！在墙内这个胡乱吹牛逼的地方，还是不要太认真的好啊。2000开不到嘛，你可以试试1500啊。1500也不到的，1000应该可以啊。还记得当时那些吹牛逼的车评人是怎么开车的吗？在车上使劲的擦汗，也不敢开空调。开了呢，你这个续航就达不到了，达不到呢，你怎么拿到比亚迪的广告费呢？当然呢，还有更搞笑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奔驰对华为的反击。这是一个奔驰最近拍的广告啊。不知道大家看出什么没有啊？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，这是余承东自己从奔驰迈巴赫的后座下来的图片。对，余承东自己呢，他是有一辆奔驰迈巴赫的，估计呢太爱惜了，不敢拿去暴力测试，只能去借一台过来。这和广告中的大白狗对比一下，确实非常的搞笑。因为华为的水军在墙内的别称呢，就是海狗，海边的狗。那广告中的2只狗在海边的尽头呢，这意思就非常明确了，这是在暗讽华为的水军啊。更加搞笑的是，选的狗呢非常的特别，那嘴巴是非常的大呀，哪个大嘴伸到窗外，还有一只小狗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说了，这是尊 GS800 的那个可怜的非常小的 1.5T 增程器，真的太内涵了。拍广告你就拍广告，为什么会出现海，还要出现狗呢？真的太气人了。广告怎么能这样拍呢？对不对？不仅如此，还有另外一支奔驰的反击广告，也是非常的搞笑。这是奔驰官方自己又发了一个广告片啊，证明他们这个空气悬挂呢非常的平稳，过这个震动或者减速带的时候呢很平顺，跟一个校车做了一下对比，用的是一个 S450L 的车型展示他们的空气悬挂。大家应该知道他在回复什么呀？因为这2年呢，从去年开始到今年，有几个自主品牌要推出超豪华轿车嘛，就拿这个奔驰迈巴赫进行悬挂方面的对比啊，又是过减速带，又是摆香槟塔的。总之不用看，和那2个自称豪华品牌的轿车对比呢，肯定迈巴赫完败，直接被秒成了渣渣。不过这是在墙内啊，你这么直白的描述，如果看的人多了，那影响多不好呢？所以不出意外的，这个广告呢被封杀了，直接屏蔽消失了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对吧？还是说有关方面投诉了才下架的呢？国产车一直拿这个奔驰迈巴赫来进行对比，奔驰拿一个校车来对比也没什么不妥啊，来证明一下自己的悬挂蛮舒服的。估计是太明显了，你这不是结结实实的打了那些国产品牌的脸吗？下次应该内涵一点，那个海狗的视频就没有被封杀，真的
不得不佩服车企的公关能力啊。这一台车就是世界遥遥领先，世界第一车企生产出来的哈，给你们看看所谓的遥遥领先。吹牛的，我不是说真的啊，这是一台 1.2 自然吸气发动机。你有发动机的话，你要不要换机油？需不需要加防冻液？需不需要检查机油够不够什么之类的？但是你这怎么检查？你让谁怎么检查？你让谁检查得到？这都盖这么死，搬都搬不开，没有一般的手艺，你谁拆得掉？除非用专用的工具全部把这个卡子什么之类的拆掉，才能拿得掉的啊！你看到没有？你这又不是什么高新技术，又不是什么超越地球、超越火星的什么东西，你干嘛把它全部遮得这么严严实实、密密麻麻的遮起来？唯一让你搞的，你看就是能加一个玻璃水，那玻璃水还得把个盖子打开。整得这么神秘，你盖起来干嘛？这是遮丑吗？是怕里面的东西怕人家看见，还是怕某某某看见？我的天哪，你看全部遮得密密麻麻的。哎呀，盖起来明明这么方便的东西，活生生整成一个笑话。这就是你们口中所谓的世界遥遥领先了。但是在国外就没人惯着车企的这些毛病了。最近比亚迪呢转入了意大利的监管风暴，智能汽车宣传遭到全面的调查，叫你整天在国内吹牛逼。2月23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啊，比亚迪因为涉及在电动车续航里程、电池保修条款等宣传中存在误导性的信息啊，与特斯拉、大众等共同面临意大利政府的严格调查。查的还是那些新能源汽车行业里的核心争议啊，技术透明性问题、续航与电池的承诺等。意大利那边就表示呢，比亚迪等车企官网发布的续航里程数虽然标注了欧盟的什么 W 什么玩意儿测试标准，但是呢，未明确的说明使用中温度、驾驶模式等因素对续航的显著影响，可能导致呢消费者产生预期过高。同时，关于电池容量啊随使用衰减的客观规律，企业呢也未提供清晰的说明，而且标准保养条款中呢多项隐形的限制啊。他们认为呢，此类模糊的表述可能违反消费者的知情权保护法规啊。比亚迪也做出了回应，哎呀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很合规啊，严格的遵守欧盟测试的标准。但是呢，根据文件显示，争议核心并非测试标准本身，而是车企是否充分告知了用户，实际的使用场景和实验室的数据呢是有差异的。这就打脸了，不能像国内一样的大嘴巴瞎说了。像比亚迪、王传福，他这些年在国内说的2个轮子都能正常开，像自然从比亚迪的字典里面删除了之类的爆款吹牛逼言论，只能在国内传播了，忽悠一下大众。要是不幸传到国外去，后果那就很严重了，估计要吃不了兜着走。就像年前的巴西劳工事件一样，最新的进展是呢，比亚迪可能要赔偿2亿多人民币啊，去赔偿当地的劳工，以及建立相关的保障基金，这就亏惨了。墙内呢对这样的消息封锁的非常严密啊，要是被比亚迪的粉丝知道了，那不是要一起抵制意大利了，可能在网上又要吵翻了天。这也是为什么比亚迪的车呢在海外销售占比啊其实很少的，因为你总不能在国外虚假宣传，然后把那些失速的自燃的车卖给老外吧。今天带你们看一下大众和比亚迪是如何减配的。我昨天说了，这个大众是所有车企里面质量要求最高的，很多人表示不信。今天呢，我们通过工程师的视角给你看一下细节，你就明白了。我们就用这台13万多最低配的大众 ID.4 和比亚迪的宋 Plus 来做一下对比。表面上看呢，比亚迪是有液压杆支撑的，而大众呢还是一个手动支杆，有点不太良心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再来看细节，大众机盖的内部呢都是这种加强的结构，并且它的钣金厚度也更厚，而且内部和外面一样都是喷了清漆的。而比亚迪的前机盖呢是非常简单的，并且钣金是非常薄的，而且呢没有喷涂任何清漆。这是大众前机舱的胶条，非常厚实，并且韧性也非常强。这是比亚迪宋的胶条啊，非常单薄。这是大众的机舱盖的垫块啊，非常厚，并且也非常大。比亚迪的机舱垫块下面非常小，上面呢只是一个裸露
多的钣金。大众的 PVC 涂胶，所有的焊缝都是喷得满满的。这是比亚迪的 PVC 涂胶，可以看到里面都是断断续续的。这是大众用的轮胎，非常昂贵的自修复静音胎。这是比亚迪的轮胎，从花纹能看出它的胎噪非常大，并且呢价格也很便宜。这是大众 ID.4 玻璃下降关门的声音，这是比亚迪宋玻璃下降关门的声音。车玻璃装配工艺呢，松动性很大。这是大众 ID 的2个内饰条的匹配工艺，非常整齐。这是比亚迪的内饰匹配工艺，错落有致。这是大众使用的车门铰链，这是比亚迪使用的车门铰链。大众顶盖的激光焊接，可以看到焊缝非常整洁漂亮。这是比亚迪的顶盖焊接，可以看到这条线麻麻赖赖。大众的尾盖用的是一个铸造铰链，比亚迪的尾箱用的是一个冲压铰链。大众的尾盖焊接技术没有任何焊点，并且呢都用了 PVC 和 MIG 焊条填充的满满当当。这是比亚迪的尾部焊接，到处是焊点，并且没有 PVC， 也没有焊条。即使有呢，也是断断续续的。大众的尾箱内部用的是植绒的材料，这是比亚迪的尾箱，内部都是塑料的材料。这是大众的尾箱垫块，上下呢都是双层的。这是比亚迪的尾箱垫块，上面有，但是下面呢就有一个螺丝，或者说什么都没有。大众尾盖呢没有电动尾门，很尴尬。我们找一个带电动尾门看一下它的效果。这个是大众电动尾门的关闭效果。这是比亚迪电动尾门关闭的声音。大众的漆面呢，光泽度非常平整，并且没有任何坑包划伤。而比亚迪这边呢，是有很多的小脏点、小气孔的。超声波设备测量呢，大众的钣金厚度普遍在 0.7 到 0.85 之间，而比亚迪这边的钣金厚度呢，普遍都在 0.55 之间。整体看完呢，会感觉大众的整体装配呢都非常紧实、非常扎实，而比亚迪整体看来就非常松散。当然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，还不包括一些底盘呐、耐久实验的这些零件等等。这就是大众的造车工艺和质量要求的一个差距。那有不服的呢，可以打在评论区。那么，如果这2台车让你选的话，你会选哪一台呢？这还用选吗？肯定是选比亚迪啊！强国人不是买车，而是做贡献，为了国产车的崛起而努力啊！比亚迪也是做了很好的客户回馈。那个智能驾驶不是白送吗？免费啊！虽然现在在撞车啊，比亚迪也把很多的撞车视频给公关掉了、删除了，但是呢，奈何它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比亚迪经销商的搞的一次直播。比亚迪天眼之神智驾也太离谱了！此时比亚迪销售还在对面直播测智驾。销售下车子开始自己开，重点来了，可以看到此时车上还是没人的，真是离了个大谱，直接往我这边撞。这完全是智障驾驶啊！仔细一想就非常的恐怖，这要是以后数百万台车集体发疯，那不是热闹非凡。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智障啊，他下一步要干嘛，是要撞树呢，还是要撞墙，不会提前通知的。但是强烈的车主呢，还是依旧的高呼比亚迪牛逼，把智驾频传呢，人人都能智驾。这些老车主啊，没有智驾的还组织了维权。从这个方面想，比亚迪其实在保护老车主啊。这么智障的东西还是不要用的好啊！这次维权呢，也是迅速的被压下去了，1毛都没有赔。所以在墙内买车你就买车，就不要那么多爱国情绪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观看，拜拜。大量的网络举报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想实名举报某某某，尤其是有权有势的人，那么你一定要先做好准备，首先逃离本地，钱藏起来，然后再举报，并且停用所有的网络支付改为现金，停止去所有需要身份登记的地方，毕竟现在是大数据时代。其次呢，再通过网络发布自己的举报视频。当然了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必须在自己有证据的情况下进行，否则就会从原告变成被告。按照目前的情形，网络举报依然是最有效的途径，因为它传播速度快，舆论范围广，轰动效应强。只有在这样的压力下，才会重视你的诉求，才会被关注。因此呢，证据是关键，但保全自己依然是第一位。有者知道，当一个人走上了网络举报这条路的时候，就意味着当事人已经走投无路。很难想象，就在不久的未来，这条路也被堵了，冤屈之人将何去何从呢？